NVIDIA 出财报啦！嗨，我是小邦，你也可以叫我小邦。昨天美股盘后 ，NVIDIA 出了财报。今天早上一大早5点40的闹钟一响，我就起床开始去看财报了。我大概花了2个小时的时间看完，所以现在马上来录这一支影片。看在一大早这么努力的份上，脸还有点肿帮我按个赞，看能不能消肿好了。OK， 话不多说，我们就直接来进入主题咯。那首先呢，我们就先来看一下营收的部分哦。我们可以先看到这个 total 的总额好了，在这一季它的营收是440亿美元左右，高于市场预期大约2%。那年成长是69% 左右，我觉得这个算是蛮不错的。不过有一点要记得哦，就是呢，其实它的年成长率是有在下降的。你可以看到它 Q4 的年成长率是 78%，Q3 的年成长率是 94%，Q2 的年成长率是122%。可见它的成长动能是在明显下降放缓的。我们来看一下细节好了，它的细节呢，最主要还是以 data center 为主嘛，资料中心还是它最主要的营收来源。那这个部分的营收大概占 90% 以上。那这一季的营收是390亿美元，年增率大概是 73%。然后再来游戏事业的这个部分呢，它的营收是37亿美元、38亿美元左右，然后它的年成长是 42% 左右。那看完营收的部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毛利率的部分哦。首先呢，这一季的财报涵盖的范围是2月到4月的财报季。这个背景呢是川普总统他当时4月初的时候就开始在做一些关税战、贸易战的政策嘛。那这个政策呢就会对辉达或者是其他受惠于 AI 的科技股其实有蛮大的影响的。尽管有部分的关税已经被削减或者是有减缓执行，但是这些政策呢其实对辉达还有整个科技市场的影响还是蛮大的。再加上受到美国政策的一些限制限制美国的高阶晶片不可以卖到中国去，所以因为这样，辉达先前就提列了45亿美元的减损费用，所以它这一季的毛利率就下降到了 60.5%。我给大家看一下下面这一张图在这边 OK， 你可以看到它原本的毛利率下降到 60.5% 嘛。那辉达这边有给出一个报告，是说如果撇除 H20 晶片的存货减损的这个问题之外呢，他们的毛利率应该是会来到 71.3%。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是它调整后的毛利率。那我们再回到损益表来看好了。那除了毛利率以外呢，接下来的营业费用增加了 7%， 年增率是 44%。那这个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它的人事成本上升，人事福利的费用上升了，然后再加上他们有投入一些新产品的研发，还有基础设施的研发，所以费用变高了。所以呢，在基于这种毛利下降，费用又微幅增加的情况下，所以它的营业利润就比上一季下降了 10%， 然后营业利润只比去年同期成长了 28%， 这个是比它过去以往的成长幅度来的小很多的。然后净利也是净利比上一季下降了 15%， 然后比去年同期只成长了 26%， EPS 只来到了 0.76。 那 EPS 当然也受到影响啦，因为下面这边我可以让大家看一下，一样这边虽然呢，如果排除中国 H20 晶片存货减损的这个之后呢，它调整后的毛利率是 71.3%， 调整后的 EPS 会到 0.96。 但是我觉得我们也不能忽视这个讯号，就是川普这项政策呢，就是会影响企业的毛利率跟企业最终的净利、最终的获利。那当然了， NVIDIA 这样列出来，把这个晶片禁令排除在外，然后这样子列出来，让我们确实是有它的参考意义啊。但是千万不要因为这样子就把关税问题或者是晶片禁令变成是一个暂时性的问题。毕竟没有人知道川普的这些政策会不会持续的延续下去，可能明天就有更多的限制了，又或者是突然哪一天就松绑了，这些都没有人知道。所以我们现在唯一能知道的事实就是，无论是关税还是晶片禁令，这些就是会影响到 NVIDIA 整体的财务获利，这个是我们不能忽略的事实。那辉达自己的猜测呢，也是预估5到7月，也就是下一个季度，它的营收将会到达450亿美元，大概正负 2% 左右。那450亿美元跟现在是440亿美元，只差10亿美元嘛，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它的成长幅度也不是那么的高。最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他们这一项预测已经包含了因为出口限制导致中国的这个市场会有80亿损失的这样子的营收损失。所以你可以看到晶片禁令跟关税其实对于 NVIDIA 是会有持续性的影响的。那在这一次的分析师的电话会议里面执行长黄仁勋他也有对于美国去封锁 AI 晶片禁令出口到中国这项限制呢，表示说他很遗憾，因为他估计中国的 AI 市场规模大概会有500亿美元左右。然后他也警告说，其实这一些出口管制呢，反而会刺激中国去加速自行开发他们的 AI 晶片，而且
美国可能会因此而付出代价。黄仁勋说，美国政府的政策是假设中国无法制造 AI 晶片，但这个假设从来就站不住脚，现在更被证明是错的。我很认同我爸这个观点，与其怕别人赢，不如你拿出真正的实力去打败对方。就像龟兔赛跑一样嘛，跑得快不代表你会赢，跑得慢也不代表你会输。现在大家都还没有到终点哦，而且我相信中国的人才也非常的多，中国的技术也不差，他们绝对是有实力自己去打造 AI 晶片的。所以与其限制晶片的出口，不如直接打入中国市场，让 NVIDIA 的高阶晶片变成中国企业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让中国大部分的公司都离不开辉达的系统环境。就像台积电一样嘛，全世界都需要台积电，那台积电就变成他们不可或缺的一环。只要依赖度越高，胜算就越大。OK， 那讲完 NVIDIA 最新一季的财务状况之后呢，接下来我想来补充讲一下 NVIDIA 的营运状况，因为我发现它这一季的营运状况有一些小亮点。OK， 首先第一个小亮点呢，就是它的现金有537亿美元，它现在手上的现金有537亿美元哦。那这个537亿美元呢，就比前一年度的314亿跟上一季的432亿增加。那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来自于它的营收成长啦。再来是它的应收账款收现天数是46天，比上一季的53天下降了一些，那就代表说其实它这一季的出货流程是更稳定，而且收现效率是更好的。再来是库存天数59天，那上一季的库存天数是86天，那这一季下降到59天，所以其实它的库存周转效率是有提升的。再来是营业现金流的部分，这一季的营业现金流是274亿美元，比去年同期的153亿跟上一季的166亿都大幅的增加。那这个成长的主要原因呢，就是因为它的营收成长嘛，再加上刚刚说的应收账款的时程变短了，收现天数变短了，所以它的收现速度比较快，然后再加上本季现金的税务支出比较低。不过有一点要注意哦，就是下一季美国联邦政府跟州政府的预估税款比较高，所以下一季在税务支出上面会有比较大的增加。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这一季 NVIDIA 总共使用了143亿美元来去做现金回馈给股东哦。那其中呢，就有141亿是用于库藏股的回购，有2.44亿呢是拿去支付现金股利。所以以整体来说呢，我会给 NVIDIA 8分。这一季的财报，原因是因为 NVIDIA 的成长动能整体还是很不错的，然后 AI 市场的需求也还在，不管是在营运上还是获利上，其实 NVIDIA 仍然是一间非常非常棒的公司，它在我心目中还是一个很好的公司。不过我们还是要认清一件事情，就是晶片的出口限制跟关税的问题，对于公司来说确实实质上是绝对会有影响的，而且这一季财报也很明确的表现出来了，尤其是毛利率跟净利的部分，所以这个是我们任何人都不能忽视的。只要晶片的禁令还在，然后关税问题的疑虑没有完全解除的话，我都觉得那个60%的毛利率不是可以把它当作是暂时的，有可能是会持续下去的。那关于 NVIDIA 这一届财报1到10分，你会给它打几分呢？这支影片就到这边，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请帮我按个赞。那如果你不想错过我未来的内容，也要记得来订阅我，并且开启小铃铛哦。我们下集影片见，拜拜。